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这火的老哥。最近吧，有很多朋友让我聊聊前阵子播出的古装电视剧《莲花楼》。说实话，之前刚上线的时候吧，就有不少人让我吐槽一下这部剧。我当时也的确是看了几集，发现确实没什么槽点。再加上后来忙着做别的电视剧，也没抽出时间，所以看了2-3集之后，我就放在一边了。但没想到的是，等我忙完了之后吧，发现这部剧在某瓣上居然开分了，而且高达8分多。真的，在武侠这类题材的剧里，能达到8分多的，就算你掰着手指头、脚趾头一块算，在近10年里那也是凤毛麟角。那些翻拍金庸、古龙的就更不用说了，一年比一年烂。当然，倒也不是没有能看的，就像咱们之前聊过的《云香传》，你要说它烂吧，一个打天下的剧本，中规中矩，也没什么 bug。可你要说这剧好呢，两个为了复仇的主角还没等复仇呢，就开始在客栈处上对象睡到一块堆了。真的，如果不是陈晓和毛晓彤演技还算不错，后面的剧情我根本都看不下去。不过这些都不重要，这不某瓣上给莲花楼评了个8.1吗？那好，咱们就看看他这剧到底值不值8.1。说实话，一开始看的时候吧，我确实眼前一亮，但随后一听这2位主演的台词，我又发现我亮不起来了。讲到这里吧，我要说2句得罪程毅和曾舜晞粉丝的话了。不过即便得罪，我也得把我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首先，在我看来，曾舜晞的表演从一开始的《迦南传》到说英雄谁是英雄，再到这部《莲花楼》，虽然在演技上放开不少，但是台词上还是比较死板。说白了就是不太自然。真的不是我拉踩啊！无论你是对比同年龄段的吴磊，还是他们的前辈陈晓，你从吐字和腔调上来说，曾舜晞的台词功底他就是不行。而程毅呢，虽然说演技和腔调都够用，但吐字和后期自己配音上还是差点意思。观感最明显的地方，你可以听一听第4集30分12秒的台词，我这里就不放原声了，大伙有时间可以自己去听一下。不过呢，这种小瑕疵，说实话，我本人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想，如果大伙不鼓励演员用原声的话，那么以后演员一演戏就靠 CV， 一演戏就靠声优，这种演员他的台词功底也永远无法得到进步。所以无论台词功底怎样，用原声既是对观众的尊重，也是对职业的尊重。说白了，这东西毕竟都是后天练出来的，总比那些一演戏就撅嘴，一演戏就秀下颚线的强吧。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至于台词上的一些瑕疵，咱们今天主要还是要说说莲花楼的剧情。首先，它这里面的故事呢很好理解，讲的就是在很多年以前，江湖中有一个武学奇才小李子，在一次比试中战胜了当时江湖中的第一高手血魔，成功问鼎了武林第一。不过他吧也知道高处不胜寒的道理，于是就召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武林同僚，成立了门派四顾门。在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之后吧，四顾门的势力日益壮大，小李子这时呢也当上了武林盟主。可能是朝廷也比较忌惮小李子在江湖中的名望，于是就出面与四顾门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就是以后所有有关江湖恩怨的案子，朝廷将全权交给四顾门旗下的百川院负责，而朝廷只需要办理普通百姓的案子就行了。虽然说这么做吧，大大提升了四顾门的威望，但这江湖可不像老百姓过日子。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如果你一家独大，往往就会招来更多想要踩着你往上爬的人。况且这武林中还有一个人尽皆知的魔教金渊盟，虽然说大伙都说这是个魔教，但其实这教和张无忌的明教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很大部分都是别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尤其是这金渊盟的盟主小笛子，对什么一统江湖啊、称霸世界其实没什么野心。你从后面的剧情就能看出来，他其实根本就不关心盟里的具体事务，全都是交给他手下一个比较烧杯的妹子处理。当然，这个娇妹呢也不是什么善茬，据说好像是前朝皇族的后裔，一直呢想着自己的复国大计，反正和慕容复有一拼。不过呢，这些都是后话。咱们之前也说了，这魔教的教主小笛子虽然对自己盟中的事务不关心，平时呢也没什么业余生活，这既不出去赌，也不进娇妹这样的黄花大闺女。当然，有的朋友会说，他该不会是和神龙教的教主是病友吧？那方面的功能早就不行了吧？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吧，还真不是。这货之所以啥都不爱，是因为他是个技术宅。当然，技术宅的朋友别打我啊，我只是说一下小笛子这种个别的案例。不过这货可不是在家做学术的啊，而是在家没事研究精进武功。这吧，一听小李子是武林第一，马上就坐不住了，于是就打算找他约架。但小李子这边吧，这种人见太多了，索性一口就回绝了。笛子一看你这也不应战，那我就拿你的软肋开刀，于是就派人把男主的师兄给弄死了，然后把尸首给藏起来了，以这种方式来逼男主应战。最后男主没招，不得不出来应战，结果弄了个2败俱伤。虽然说当时俩人都没死，但小李子这边呢，由于之前被下了毒，所以也没有多少年寿命了。而且
且他也意识到了自己树大招风的后果，所以后面什么四户门也不要了，自己的女人也拱手让人了，就这样隐姓埋名蛰伏了10年。可以说唯一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就是找到自己师兄的尸首，好一起合葬在他师傅的墓前。但没想到的是，男主10年后在街边竟意外撞见了自己师兄的外甥，也是他当年有着一面之缘的徒弟。而他这个徒弟呢，正好还是自己门下百川院刚收的菜鸟刑探，此时也是要去别的地方查案的。据说吧，好像此案的犯人还和金元盟有关。于是男主为了找他师兄的尸体，就不得不和他这个徒弟袁健康一起结伴查案。这不，先是查了一个秘书谋杀董事长、侵吞公司财产的案子，紧接着又查了一个富家小姐因为撞见自己未婚夫泡成自己亲姐，自己姐夫泡成自己闺蜜被灭口又补刀的案子。反正怎么说呢，编剧编的这玩意儿也都挺搞笑的，不过还行，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是把咱们小笛子给找着了。于是吧，就打算从他的口中问出他师兄尸体的下落。可没想到的是啥呢？当年他也是派人去杀的，对于他师兄失手的事儿一概不知，好像据说是还没等到金元盟的人动手呢，他师兄就已经死了。再加上10年间小笛子闭关休养，金元盟分崩离析，旧部也没剩下几个人了，所以当年的事儿他也不是很清楚。男主在旁边一听，虽然说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他还是想让小笛子配合自己调查师兄尸体的下落，因为毕竟自己势单力薄，也没有人家魔教的人手多，所以为了让小笛子乖乖就范，男主在之前就出了个损招，提前在小笛子吃的补药里下了毒。就这么一顿威逼利诱之下，小笛子也不得不陪着男主查案。于是3个臭皮匠就开始了寻找小李子师兄遗体的旅程了。大致呢就是这么个背景故事，你也可以理解为全剧就是以小李子师兄的命案为主线来进行江湖游历的悬疑剧情。说实话，为了给各位踩雷，我直接一口气看了9集。应该这么说，在这9集里，我感觉就剧情来讲确实没什么槽点，唯一不足的就是近身搏斗的戏短了点，玩暗器的人多了点，有点像尤达志的那种拍摄风格。不过这些都无所谓，本来这剧也不是金庸那种强调内外功的传统武侠。如果说您非要问我这剧值不值8分吧，咱说句良心话，作为路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但如果说您非要和胡军那版的《天龙八部》或者霍建华那版的《天下第一》去比的话，那这剧指定是比不了。说白了，从阵容和制作上它也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更何况莲花楼它也不是硬派武侠。而且就算你从演员的台词上打折扣，这剧也绝对不会低于7.5以下。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剧情的新颖程度我都不用和别的平台的剧比，省得有人又得说我拉踩。咱就拿同平台完结很久的《云香传》来说，莲花楼的主线也绝对要比《云香传》强。相信看过的都能明白，如果不是陈晓和毛晓彤的演技在那撑着，这剧7分都费劲。而莲花楼这边呢，虽然说演员的台词上和陈晓比还是差点意思，但剧情上绝对不套路。当然这时有的朋友就该说了，他这里面的破案情节太假了，这李相夷比编剧都牛，无论什么案子男主都能在第一时间发现细节，这里面啥事儿他都门清。说白了，这不就是照本宣科的套路吗？确实，你要是不仔细看吧，男主是有点像名侦探柯南了，但您反过来，如果要从李相夷的视角出发吧，其实你也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神。首先人家当过武林盟主，这就证明男主的战斗经验绝对丰富，对各路武功招数和江湖骗术也都非常熟悉，毕竟这玩意儿人在社会上还游历了10年呢。所以在破案中，从归西宫、五毒掌了解天机堂的机关，游丝夺魄针、赤霞草的江湖把戏，护江蒲家的皮影、劈空掌、药魔的生死账、黑市的土话、奇门遁甲之术、梅花镖，这些案件中的关键细节，男主才能如数家珍。我想当过武林盟主的人，总不会这点江湖把戏都看不出来吧？所以男主能够从武功原理中分析案件始末，也没什么太大毛病。毕竟战斗经验在这儿呢，而且大伙也没人知道他是当年的武林盟主，所以对于他精通武术招式这方面也不会提防。而且这剧最讨巧的一点呢，是他并没有标榜自己是一个推理剧。首先在官方的标签上，人家就用了3个标签：古装、武侠、悬疑，并没有说自己是悬疑推理剧。当然我也知道喜欢推理小说或者古装破案剧的人并不会觉得这剧有多好，因为无论推理小说还是破案剧，喜欢看这种剧的朋友他都是基于现实逻辑来推理案件走向的，并不会用作者自创的武功的角度来审视整个案件的细节。我就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就好比剧中说这个劈空掌，如果按照现实逻辑，那一定是近身搏斗留下来的伤，因为现实中不可能有人隔着窗户把人打飞呀。还有李相夷薅的这把草，你要用大宋提刑官和少年包青天的角度看，那这玩意儿不就是咱们绿化带里种的五彩酥吗？还什么赤霞草，你这不胡编吗？小了，格局小了。
不过也正是这种情节，他也在时刻提醒观众，这既不是现实，也不是古代，而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武侠世界。所以你要较真破案的现实逻辑吧，也没法较真。毕竟古代朝廷也不会让一个什么百川院来分担自己的职能。严格意义上说，官方把这剧定义为带有悬疑情节的武侠剧也没什么毛病。你看主线本来就是调查男主师兄的死因，其他的悬疑都是点缀。虽然说男主李相夷破案很神，但他也是基于剧里自创的武功和江湖骗术来破案的。你想，一个曾经的武林盟主，在江湖上又蛰伏了10年，知道这么多事儿不过分吧？这就好比《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和王语嫣，人家啥武功都懂，那是因为人家有环石水阁和狼环玉洞啊。而《天下第一》里的铁胆神猴，人家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那是因为人家有呼龙山庄里成千上万的密探呢。更别说李相夷的四顾门和百川院了，人家还是曾经的武林盟主，所以这部剧我认为没什么毛病。这8不8分咱不敢说，但绝对合格，也值得大伙儿看一看。如果说今年后面没有古装剧了，那这部剧我感觉就是今年的最佳古装。而且就算不谈剧情，起码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国产古装剧离了谈恋爱撒糖绝不会死。行了，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